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出去玩的时候拍了一堆很漂亮的照片，但是要把手机拍摄的照片传送到笔电或是朋友的手机，这时候用 Android 手机的朋友应该就会很羡慕 Apple 的 AirDrop 功能。但其实你可以不用这么的羡慕啦，因为 Android 手机中有一个没有那么多人知道的快速分享功能。这个功能其实超好用的，而且是内建功能，直接按下分享就可以用超快的速度把档案传送到手机、笔电，甚至 iPhone 也没问题。你是不是也不知道这个功能？没关系，我来告诉你。嗨，大家好，我是 Kissplay， 这是要带大家来玩玩这个快速分享功能。原本我以为这个功能大家都知道，后来才发现，原来比较常见面的朋友都是3C 达人，都很熟悉这个功能，但跳脱这个圈子的朋友对这个功能就超级陌生。所以我决定做一集教学来分享一下这个功能。先简单说明一下。快速分享的功能非常强大，不止手机之间可以秒传啊，连 Windows 笔电跟笔电之间啊，或是笔电跟手机之间，也能轻松搞定档案互传。从照片、影片到整个资料夹都可以快速传送，而且速度快到让你反应不过来啊。那另外，连 iOS 或是没有快速分享功能的装置，也有方法可以传递档案，甚至人不在旁边也可以传档案。那这个功能到底要怎么用？接下来分享给大家。首先来讲手机跟手机之间的分享，快速分享呢是支援 Android 6以上的装置，所以基本上只要手机不要太旧都可以有这个功能。另外，三星手机的快速分享功能界面跟其他品牌有点不一样，但功能基本上差不了太多。所以呢，我就用我比较熟悉的三星手机作为操作的示范。另外中间也会有 vivo 手机的示范。要使用快速分享，第一步当然就是打开它。通常这个功能都会在下拉的快捷栏位中，图示是2个半圆形，并各自有一个箭头向内。如果找不到的话，就直接按下编辑快捷栏位，找到后拉到第1页，以后要使用就会比较方便一些。那开启之后呢，有自己装置、仅限联络人或是所有人选项。那这个表示哪些人可以找到你并传档案给你的意思。那自己装置呢，表示登入同一个 Google 账号就会视为自己装置。另外呢，开启所有人选项时会需要设定关闭的时间，这样可以避免陌生人传了不安全档案或者照片给你之后呢，你不小心按了接收哦。好，开启后接下来就简单多了，你只要选择传递的照片、影片或是音乐或是任何档案，甚至资料夹，按下分享之后，就可以找到你身旁也开启快速分享功能的朋友哦。那点选之后就可以开始传递，传递的速度非常快，大家试过应该就会知道为什么我几乎都不用有线或是其他方式传递哦。除了档案以外，也能传递剪贴簿的内容。另外，如果是复制网页内容，也可以连网址一起传过去。对方收到之后呢，就可以决定要开启网址，或是只复制剪贴簿内容来使用。当然，如果你的所有装置都是用同一个 Google 账号的话，就可以多台设备一起协作。我觉得这是非常方便的功能。那另外，快速分享必须要蓝牙、WiFi 都要打开才能使用。另外，如果你正在使用热点分享，要使用快速分享时，会让热点中断，所以使用时要注意一下。那另外呢，在分享时尽量让2个装置靠近一点，干扰比较少，速度也会比较快。如果离太远的话，有可能会造成传输失败，所以这点也要特别注意。那话说，如果不小心传错人也可以点选再按一次，它就会取消那如果看到陌生人传档案来，你当然也可以拒绝接收所以整体的使用体验呢，是还蛮安全、蛮不错的哦。那你可不可以把档案传送给没有快速分享功能的手机呢？例如说像是 iPhone，当然没有问题，但速度没有那么快，也没有那么直接就可以传递哦。那同样在手机上圈选档案后，按下分享并选择快速分享，上面可以看到有 QR Code 的选项，按下后会产生 QR Code。那直接请对方的手机扫描之后就可以传送。那因为这个方式呢，会直接把档案先传到 Google 的云端之后，再由对方的手机下载，所以速度不会那么的快。但因为所有步骤它都会自动完成你不用去那边等，说要去选择哪个档案下载所以你要做的事就稍等一下就可以了。那另外，三星手机还会额外产生连结那直接把连结传送给对方下载也可以。所以这样，即使人不在你身边，也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来去传送档案，甚至 Mac 电脑也没有问题。
前面提到手机可以传手机，那手机跟电脑之间也可以传吗？当然没问题。不过 Windows 电脑上要先安装快速分享，请大家直接搜寻快速分享就可以找到快速分享的 Windows 版，下载安装就可以了。那我也把连结放在底下哦。那开启电脑版的快速分享之后，记得登入 Google 账号。如果想要所有自己的装置都互联的话，就要在所有装置都登入同一个 Google 账号。接收档案的权限部分同样有接收所有人或是联络人或是自己装置，可以依照需求设定啊。但因为电脑的部分啊，我大多是自己的手机自己传自己的电脑，所以都是设定成自己装置居多啦。那手机分享到电脑的方式就跟前面讲的一模一样，要记得啊，手机也要开启蓝牙跟 WiFi。电脑要传到手机部分也非常简单，只要圈选传递的档案后，按下滑鼠右键就可以找到使用快速分享传递，找到后就可以传送了。那对了，如果你有2台电脑，也可以利用快速分享来去传送档案。那电脑可以传送档案给没有快速分享功能的装置吗？目前是不行的哦。我是觉得有点奇怪啦，那电脑版的快速分享居然没有产生 QR Code 的功能。我觉得这不是应该蛮简单的事情吗？不晓得这个功能哪时候才会加进去哦，我有点摸不着脑袋为什么没有这个功能。那最后补充一下，如果你遇到什么传不出去啊，对方接收不到的状况，我觉得你可以试试看啊，去开关飞行模式，或是重新启动手机或电脑。那有时候这是重启之后啊，就会解决所有的事情啊。工程师总是用重启来去解决所有事情的嘛，所以大家有学会了吗？大家真的可以去善用这个功能，相信可以带来更便利的档案传输哦。那以上就是关于快速分享的功能教学，感谢大家收看这期节目，希望大家也会喜欢这次内容。如果有任何问题或是建议，也欢迎留言让我知道。我是 Kissplay，我们下次见喽，拜拜。